划拨84000亿卢布预算，通过10年时间，普京想让俄罗斯海军走出困境。但这一计划真的能够让俄罗斯海军迎来转机吗？从普京的计划来看，未来10年内，俄罗斯海军的建设仍将以核潜艇作为核心，继续发展水下力量。然而，水面舰艇的发展仍然存在明显限制。尽管普京曾在2011年提出至少建设2支航母战斗群，但至今仍未有实质进展。2025年的俄罗斯海军面对2025年的日本海自，一点胜算都没有。火力军100%可以确定，俄罗斯不仅会输，并且会输得很难看。至于其中细节，请接着往下看。10年陆军，50年空军，100年海军。意思是说，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只需要10年，但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却需要100年。虽说这个时间上的界定并不准确，但也能表明，相对于陆军与空军，海军的建设时间需要更长。曾经，苏联海军拥有一个梦，这个梦的颜色是深蓝。为了实现这个梦，苏联大力发展各类舰艇，最终发展出包括大小8艘各类航母、数十艘驱逐舰和巡洋舰，以及上百艘各型潜艇在内的庞大舰队，成为与美国抗衡的重要力量，让当时的美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然而，这样的辉煌随着苏联解体戛然而止，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庞大舰艇。然而，新生的俄罗斯无力负担这么大的舰队，为了减负，稍有瑕疵的舰艇都逃不过退役、甩卖甚至拆解的命运。就连排水量4万余吨，被誉为苏联核潜艇象征的台风级，也因为使用成本太高，被俄罗斯海军抛弃。90年代，由于严重缺乏训练，人员培养也几乎断层，这支号称全球第2的海上力量已经变得非常虚弱。借助大规模淘汰舰艇，只保留新锐型号的方式，艰难地维持下来。航母方面，库兹涅佐夫号是俄罗斯海军现存的唯一航空母舰，但处境令人唏嘘。1991年服役的巨舰，在2016年的叙利亚战场上首秀时，就因冒黑烟登上全球热搜。然而，库兹涅佐夫号的真实经历远比想象中更为荒诞。2018年 PD-50 副船坞沉没时，70吨塔吊在航母甲板上砸出4米大洞。2022年维修时，因为焊接火花引燃柴油罐，导致价值30亿卢布的电缆系统损失殆尽，现代化升级进度一拖再拖，直到今年仍未重返舰队。这也是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说出库兹涅佐夫服役30余年，实际在航时间不足6年的原因。虽然在2001年之后，受益于石油等资源带来的巨额利益，俄罗斯海军获得了新的机遇。经过整整20年的发展，俄罗斯海军在乌俄冲突爆发前夜勉强保住了世界第3的位置。按照常规发展，在乌俄冲突爆发后，黑海舰队应当消灭乌克兰海军，并承担封锁战场港口的战略任务，以此来配合陆军、空天军对乌克兰实施去军事化。但在俄军与乌军交战的过程中，外界才明白，世界第3海军的排名与俄罗斯世界第2军事实力的排名一样，存在着许多水分。俄罗斯海军的真实水平远远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乌俄冲突再次暴露了俄罗斯海军的结构性差距，尤其是莫斯科号巡洋舰的沉没，揭开了苏联时代遗留的水面舰艇存在的老化问题。在纸面数据上，俄罗斯拥有全球第3的海军实力，但真实战斗力却早已落后于时代，充其量只是一些造价保养昂贵的摆设，几乎没有发挥出多少实战价值。现在来看，去军事化的反而是黑海舰队。从2022年开始，乌军通过原点 U 弹道导弹、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以及各种无人武器，先后击沉或重创了俄军4艘坦克登陆艇、1艘护卫舰、1艘潜艇以及大量小型舰艇。这些舰艇大多建造于80年代，所装备的防空系统已经无法应对现代精确打击，反应导弹的射程也不足200公里，无论是态势感知能力还是防空能力都严重落后。例如排水量高达12000吨的莫斯科号，曾凭借携带的火山岩高超音速导弹，被俄罗斯媒体吹嘘为航母杀伤。但面对乌克兰反舰导弹的袭击，居然拿不出任何拦截收单。令人尴尬的是，
乌军反舰导弹也不是一发入魂，反而是由于莫斯科号设计老旧，在舰体两侧部署了威力巨大的火山岩导弹发射器，在遭到乌军导弹的攻击后，导致火山岩导弹殉爆。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防御系统还是20年前苏联海军遗留下来的，俄罗斯又没能力对其进行升级。紧接着逃离克里米亚，在塞瓦斯托波尔困守的黑海舰队又屡屡遭到乌军无人机与无人艇的混合打击，本就所剩无几的主战舰艇再次缩水，并逐渐丧失黑海海域的制海权。更致命的是，俄罗斯造船业的困境加剧了海军更急的阵痛。北方造船厂耗时12年，耗资2000亿卢布升级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暴露了俄罗斯军工体系效率低下的顽疾。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改造模式，使得俄罗斯在全球造船业的份额从苏联时期的15%骤降到2%以下。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准备耗时10年，斥资84000亿卢布对俄罗斯海军进行升级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海军的问题，难，很难，非常难。普京提出的84000亿卢布计划大约等于1000亿美元，看似野心勃勃，但在这个数字上还有一个时间，10年1000亿美元，意味着海军每年的预算只有100亿，与美国海军超2000亿的年度预算属实有些低了。两国海军规模相差也巨大，美军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航母舰队，目前仍在建造新型航母，不断扩展舰队规模。相比之下，俄海军不但预算有限，舰艇更新速度也远远落后，航母战斗群的梦想更是遥不可及。而核潜艇的优先发展使水面舰艇的建造陷入停滞。如果将1000亿美元拆解成具体的采购清单，这个数字将变得更加冰冷。俄罗斯最先进的2350级护卫舰造价从2014年的3.5亿美元飙升到6.8亿，其中包括进口设备取代研发费用。这就意味着每年100亿的预算只能建造14艘主力护卫舰，看似不少，但俄军需要的可不只是护卫舰。100亿美元理论上能建造一艘6万吨级的航母，但俄罗斯造船工业在水面舰艇上的问题非常严重，人力、设备以及技术储备已经落后于世界前沿。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修了8年没什么起色，被视为海军新一代主力舰艇的2380型护卫舰，在20年的时间内也就建成了2-3艘。这足以证明造船业的低迷不是资金问题，而是整个体系的衰落。此外，乌俄冲突的影响使得俄罗斯不得不考虑经济压力与资源分配问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已经达到 GDP 的 6.7%， 接近全球最高水平。能否长期稳定地拨出这笔预算，依然是一个未知数。普京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划拨预算之后，选择继续发展核潜艇，这是俄罗斯在全球威慑中的重要武器。普京将其视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核心部分，并将核潜艇的升级放在海军建设的首位，尤其是北风之神 A 与亚森 M 级核潜艇。同时，普京还要求尽快部署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而在接下来的10年内，普京将利用这笔预算做3件事：一是加强海上核威慑，二是增强在北极冰层下作战的能力，守住所谓的堡垒海域。最后就是将人工智能与量子通信这类的高科技技术运用到核力量指挥系统中，加强指挥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其次，普京还计划将海上作战改为无人化、智能化的新形态。在乌俄冲突中，乌军借助无人机、无人艇对俄军发动海空联合袭击，使得俄海军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失。但这也影响了俄海军在未来建设时的考量。于是普京提出无人舰载航空系统、海洋机器人系统以及无船员舰艇共同发展的理念，想将乌军黑海战术转变为一种系统性更强的作战形式。目前俄罗斯正在测试新型核动力无人潜航器，通过将猎人重型无人机与舰载系统整合在一起，构建一个海空一体化的无人作战网络，再加上格洛纳斯卫星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从目标识别到最后的毁伤评估都能搞定。之所以这样规划，是因为对于俄罗斯海军来说，大型舰艇的数量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哪怕将8.4万亿的预算翻10倍，在10年的时间内也完不成。而这种策略
不仅可以减少对大型舰艇的依赖，同时还能在波罗的海、黑海等海域通过非对称手段对抗北约的反导防御系统。简单来说，就是花小钱办大事。俄罗斯海军的转型其实是在地缘政治与新计划革命的双重压力下想出来的战略突破，既想依靠核威慑来巩固国家地位，又想无人装备重新搭建作战系统，顺便搞工业生产，巩固发展的基础。这3个方向形成了海军新的战略模式。如果做成了，俄罗斯就能跳出怪圈，不仅能掌控黑海，还能在北极与北约正面对抗。但若是做不到，浪费10年是俄罗斯最小的损失之一，甚至有可能让俄罗斯海军变成一支黄水海军。那么若是2025年日本海自出击北方4岛，仅靠俄罗斯海军的话，这场战事会怎么发展呢？先下结论，如果只是海战，日本海自轻松拿捏俄罗斯海军，即便俄军装备了大量核潜艇。如今的俄罗斯海军已经没有多少能力了，1艘基洛夫级、2艘光荣级等老旧驱逐舰，6艘无畏级、2艘没升级过的现代级等驱逐舰。相对来说，护卫舰的服役年限比较短，基本是苏联解体后建造的，包括4艘22350、1艘11356、10艘20380、2艘20385、2艘11540，以及2艘1161猎豹型轻型护卫舰，还有苏联解体前建造的2艘1135。核潜艇同样还可以，1艘885、4艘 885M 亚森级、3艘971阿库拉级、2艘945维克托级，还有几艘常规潜艇。如果不是外销，厂子也早就破掉了。10艘左右的基洛级，13艘左右的拉达级。至于辅助舰艇，基本是苏联时代的遗产了。对了，还有1艘仍躺在船坞的库兹涅佐夫号。面对2025年的日本海自，俄海军基本死路一条，因为海自拥有反潜专业队、20余艘驱逐舰、6艘护卫舰、4艘直升机航母，以及大量其他舰艇。在作战中，双方会从远到近开始逼近，日本海自会有点吃亏，因为没有预警机，直升机航母没配备预警直升机，这就意味着俄军卡31预警直升机会先发现海自，然后在相距1000公里外使用基洛夫级发射远程巡航导弹与反舰导弹。海自会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损失，因为海自护卫舰的防空能力非常一般。等到了1000公里以内，海自 F-35B 发现俄军舰艇，然后发射1-2式反舰导弹，在 F-35B 编队全部起飞后，俄军老式水面舰艇基本就失去战斗力了。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F-35B 也别指望带着反舰导弹偷袭俄军，因为 F-35B 挂载反舰导弹从出云级上起飞时只能携带少量燃油，基本上飞出去就发射88式反舰导弹，之后改为空中预警侦察任务。等到了500公里时，就是双方相互丢泥巴的时候。俄军潜艇大量发射反舰导弹，水面舰艇基本可以把手头上的武器通通丢向海自方向。借助预警直升机的引导，海自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会有不小的损失。等再靠近，那就是潜艇与反潜任务了。俄海军水面舰艇差不多都失去战斗力了，水下的几十艘潜艇面对海自直升机航母与部分护卫舰，还是早早跑路比较好。值得注意的是，火力军并不认为在北方4岛海战时，俄军会让核潜艇对日本本土发动袭击，双方作战区域只会集中在海上，最后基本以日海自损失1半以上的护卫舰、几艘驱逐舰、俄海军水面舰艇全灭结局。武器的本质是机器，是用来打仗的机器，只要是机器就有损耗，就有使用寿命。即便是美制装备，在美军手中精心维护，寿命到了也需要进入武器墓地。军舰的本质是海战机器，依然逃脱不了物理规律。俄罗斯的大型军舰是50年前建造的，雷达是60年前的，用的还是苏联那套理论与技术。尤其是雷达，负责发现目标，指引防空导弹与近防炮进行拦截。如果雷达不行，防空系统就无法正常工作。防空导弹的更新速度非常快，通常20年换一代，但俄军装备搭载的防空系统少说也有30多年了。正常国家、正常海军都是战舰到手退役，然后为军舰换新舰，哪年到手哪年退役也都是早计划好的。只不过俄罗斯制造新舰的能力实在无法恭维。另外，军舰是一种平台型武器，
军舰本身并不是武器，真正的武器是所搭载的东西。就像航母是一个海上移动机场，负责作战的是舰载机，决定航母战斗力的也是舰载机。同样，巡洋舰、护卫舰也是平台，不是把军舰建造好了再研究装备什么样的雷达、导弹，而是先研究出来先进雷达与精准导弹，然后为雷达、导弹打造军舰。美国就是先开发出宙斯盾系统，然后围绕宙斯盾打造了阿利伯克级。除此之外，军舰的损管同样是个大学问，决定了海军的持续作战能力。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海军在与日本作战中，在军舰受损之后，美军会快速修复军舰，并重新投入战场，所以才能彻底打败日本海军。但俄罗斯不一样，当初莫斯科号被乌军击中了侧舷，并引发了弹药殉爆，它是在拖行的过程中，还是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沉没的？这就能说明俄罗斯海军在损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无论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又或者是人员素质问题，都证明俄罗斯海军实质上并不具备应对现代打击武器的主动防御能力。毕竟在对付乌军无人艇时，俄军还需要在无夜视装备的情况下操作机枪进行拦截。防空作战如此，你猜猜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有没有实质上的反潜作战能力？反正火力军不会有什么乐观的期待。普京8.4万亿卢布虽然展示了重振海军的雄心，但现实情况却是复杂且残酷，资金不足、技术断层以及国际制裁，使得这项计划充满了不确定性。相对来说，以战略核潜艇为核心，然后尽量维持现有水面舰艇的规模，暂时维持海军。但想要重现苏联时期的海军辉煌，目前来看只是一个梦。对于俄罗斯而言，海军的突围之路并不容易。4月28日，西班牙和葡萄牙遭遇大规模停电，影响超过5000万伊比利亚半岛民众，交通、通信、医疗等关键领域一度瘫痪。法国南部等周边地区也受短暂波及。截至当地时间21时左右，持续了将近10个小时的停电才开始结束，各地电力逐步恢复。但在西班牙，不少民众已经开始抢购物资，目前停电原因尚不明确。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特蕾莎·里贝拉当日对外表示，此次大停电是近年来欧洲记录到的最严重事件之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因遭遇大范围停电，西班牙多地通信服务中断，民众只能依靠收音机获取信息。马德里网球公开赛被迫暂停，铁路基础设施管理局称列车大范围停运，马德里部分地铁疏散人群，多条路段因交通信号灯失灵出现堵塞。机场虽启用应急电力系统，但部分航班仍延误。葡萄牙方面也是如此，全国多地交通信号灯受影响，部分地区地铁暂时关闭，公共安全部门提醒公共照明或受波及。欧洲航空安全组织指出，此次停电影响了往返马德里、巴塞罗那和里斯本的航班。接近西班牙边境的法国南部巴斯克地区也一度出现了短暂停电现象，持续数分钟后迅速恢复供电。法国电网公司证实，受影响的是与西班牙电网直接互联的地区。此外，西班牙和法国比邻的安道尔公国的电力供应也一度中断，但得益于与法国电网的自动充电机制，电力供应在几秒内迅速恢复。在大范围停电当天，西班牙内政部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在马德里、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和穆尔西亚等地区启动了国家3级紧急响应机制。28日晚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该国已恢复约 50% 的供电。政府的目标是在29日全面恢复电力供应。桑切斯要求各地居民听从地方政府建议，多地将根据情况实施暂停授课或远程办公等预防措施。而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28日晚间表示，未来数小时内该国将全面恢复供电。法国方面表示，已经开始支援邻国电网，通过边境线路向西班牙运送了700兆瓦紧急电力，未来有望增至950兆瓦，以缓解区域压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这1000亿美元的投入能给俄罗斯带来什么改变？能否改变海军当前存在的问题？若俄造船业真的起死回生了，会不会与北约各国在北极地区爆发冲突？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